如来佛祖的舅舅金翅大鹏鸟转世投胎，成为民族英雄岳飞。这一次有着佛祖的庇佑，他能逃脱被秦桧迫害的命运吗？话说在那遥远的西天极乐世界，每隔330年就会举办一次佛法盛会，如来佛祖会亲自现身讲法，道场的神仙都已经初步证的佛门道果，未来有望成佛作祖。他们宝相庄严，圣洁高贵，每一位都不亚于佛门护法明王金翅大鹏鸟。随着一声庄严的佛号，三界最强者如来佛祖在万丈佛光中现身，宣讲大乘佛法，普度芸芸众生。这一次佛祖讲到因果业力，凡是世间生灵皆有贪嗔痴三毒，佛祖劝众生要勤加修持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，远离这些邪魔外道，未来才能真正进入极乐世界，成为不朽不灭圆觉无缺的佛陀菩萨。佛祖心底慈悲，哪怕在座有很多都是妖魔化形，他老人家也一视同仁，可偏偏在这么庄严的场所角落，有一男一女却在互相打情骂俏，这让一旁的护法明王金翅大鹏鸟瞬间瞪大眼睛，眼珠子都快瞪爆炸了。要不是佛祖在身边，肯定瞬间飞过去打爆两人狗头。不过也不怪他们如此激动，这男子乃是一条上古黑龙，刚刚闭关500年，对这位老相好五彩蝶精那是万分想念。但此地可不是荒郊野外，佛祖跟前怎能允许有误会？挨打要立正，犯错就得认。等佛祖讲完大乘佛法离开，大鹏鸟二话不说就去找茬了。佛祖宽宏大量，不计较这一切，可他身为佛门护法神却不能容忍。可这黑龙妖怪也不是吃素的，有资格聆听佛祖讲道，法力也是无比的强大，当下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。就在大鹏鸟准备追上去的时候，一道神秘的声音呼唤他，是迦叶尊者。身为佛祖的10大弟子之一，迦叶尊者神通广大，能观过去未来，让大鹏鸟直接去9重天外守株待兔。身为佛祖的亲信，哪怕佛祖不说，他们也会自动维护佛法威严。9重天外，黑龙与五彩蝶精你侬我侬，500年的思念化作滔滔江河水，连绵不绝。若是没有意外的话，也不失为一桩美谈。但可惜黑龙闭关的这500年里，一点小小的意外已然出现。虚空古树妖扎根在9重天外的妖族大佬，在黑龙闭关的时候负责照顾女妖，漫长的时间里逐渐生出情愫。黑龙刚一离开，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女人占为己有，这场面也让大鹏鸟忍不住了，从天而降准备棒打鸳鸯。要知道在天界之上自有清规戒律，哪怕是妖族也必须遵守，这便是佛祖的教化之道。洪荒世界可谓广袤无边，3界6道无尽虚空，神魔妖鬼不计其数，大多数都是懵懵懂懂，有幸踏入修行大道已是少数，而能一路披荆斩棘到达天界之中，聆听佛祖讲道，这又是少到极点。佛祖一言可化千军万马，可降杨枝甘露，可让沙漠变为绿洲，能够听见一言半语就是天大的恩赐，所以绝对不允许亵渎。大乘佛法对于男欢女爱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大鹏鸟二话不说就要抓人去受罚。但这俩妖怪非常头铁，竟然敢抵挡，大鹏鸟的暴脾气瞬间忍不住了，18般武艺接连施展，2个千年大妖毫无还手之力，最后用打神鞭直接送去轮回。恰巧此时黑龙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睚眦目裂，二话不说也跟着一起下凡转世，并且诅咒大鹏鸟不得好死。这下可捅了大篓子，3个绝世妖魔转世投胎，必将在人间掀起腥风血雨。大鹏鸟自知犯下弥天大错，自觉到佛祖跟前忏悔，佛祖心底慈悲，便给了大鹏鸟挽救的机会。因果业力报应不爽，此次人间大劫因大鹏鸟而生，便也需要他下凡吃下恶果。此时人间正值大宋，北方战火连天，江南却沉浸在奢靡享乐。这一天，一位姓叶的员外家诞生了个新生儿，从出生就一直啼哭，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他停止。直到一个老和尚路过，只是轻轻一抱，婴儿立马喜笑颜开。老和尚顺势为婴儿起了名字，名妃字鹏举，寓意像大鹏鸟一样翱翔9天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名垂千古的岳飞就此诞生。霎时间雷鸣电闪，风雨交加，整个世界都在为他庆贺，无数生灵都为之颤抖。然后大洪水到来，岳员外家不幸遭难，只有岳飞母子得以幸存，一路流浪艰难生活。也因此岳飞从小便自立自强，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气魄。如此过去18年，岳飞成长为一个英俊的壮小伙，在10里8乡也算是小有名气。他从小跟随高人练武，有着一身好武艺，还有青梅竹马和2个好兄弟，生活虽然穷苦，但却也乐得自在。只可惜云欲尽而风不止，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平庸的命。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岳飞的师傅也不是普通人，在江湖上同样赫赫有名。岳飞经过他的教导，同样渴望外出闯荡，但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，他的母亲孤苦伶仃，又怎么舍得离开？但很快岳飞就被这荒唐的世道打醒，他的青梅竹马被盗匪所杀，彻底成为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。岳飞母亲同样是通情达理，
知道自家儿子不能因为他受困于此，于是一代英雄岳武穆开始了他的传奇一生。过五关斩六将，岳飞堪称一代武神，所到之处无一人可敌。但凡南宋皇帝给点力，大鹏鸟转世的岳飞就是杀穿一切，大宋也将迎来一个巅峰。只可惜奸人当道，岳飞虽然是金翅大鹏转世，有着大鹏鸟刚猛无双的气势，但敌人也不是擅长。那三个妖怪黑龙、树妖、五彩蝶精都是居住在天界，时常听佛祖讲道的顶尖大妖，转世投胎后也都是顶尖妖孽。或许正面战斗力不如岳飞，但阴谋诡计却是一把好手。黑龙转世为秦桧，五彩蝶精转世为秦桧夫人，那树妖也成了一个狠角色金兀术。此三人单独一个岳飞都无所畏惧，可他们一旦集合在一起，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前方有强敌，后方有小人，这场面就算佛祖转世也得头痛。毕竟现在岳飞是凡人，血肉之躯无法逆天，30功名尘合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岳飞已然白了少年头。何时才能克饮匈奴血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？怕不是最后只能控悲切。金兀术可是个狠人，发起狠直接灭了北宋，靖康之耻让后世千年都抬不起头。堂堂大宋占据中原大地，却无一人可敌，直到岳飞出世才改变这个局面。这也是大宋皇帝最后的机会。如来佛祖赐下护法明王，解救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，这是中原最后的机会。神佛也不能直接插手人间，这一次是佛祖最后的怜悯。但可惜南宋皇帝无能，哪怕有神佛相助也是无用。金翅鸟是佛教护法神，神圣高洁，英雄威猛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消灭一切邪恶。但佛祖有句话叫做神通不敌业力，人间太过污秽，业力缠身，光芒万丈的大鹏鸟也无法展翅翱翔。天上的三个妖怪先一步转世投胎，比岳飞早发育了数十年。金兀术这个宋朝大敌还好说，岳飞武艺超群，带兵打仗也是举世无双，正面战场他无所畏惧，哪怕天上众神全部转世投胎，他也是一点都不怕。但后面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某个伟人有句名言，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。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尤其这秦桧环卫高权重，岳飞征战不仅粮草不及时，还经常得到错误情报，最后历经千难险阻，马上就要胜利。12道金牌直接让岳飞功亏一篑，哪怕无敌的大鹏鸟也抵不住这人间的黑暗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30功名尘合土。岳飞终究是没有等到那一天，哪怕他前世聆听佛祖讲道，也无法改变这一切。就如佛祖法力无边，却也只能端坐灵山，无法让全天下都变成极乐世界。佛祖尚且如此，大鹏鸟又能如何？只可惜一代英雄落了个如此下场，后世之人都将铭记，莫要后人哀之而不见之。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